我是恋爱脑的言情小说女主，擅长把黑的白的都搞成暧昧的。穿进恐怖游戏的第一天 ，BOSS 让每个人任选一种死法，我张口就来。我选择脸颊发烫，心跳加速到死。BOSS 愣住了，好似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，周身的黑雾都停止了飘动。欢迎来到 SSS 级副本卷，请选择你的死法。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都冷静点儿。我不想死，我想回家。谁在装神弄鬼？给老子滚出来！靠！现在的恶作剧都这么拼了，以为能弄点特效我就会信你们的鬼把戏吗？兄弟，别冲动，先看看情况再说。滚开！老子警告你，再不把老子放出去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死亡人数1，当前存活人数6。欢迎来到 SSS 级副本院，请选择你的死法。虽然看不清脸，但这身材比例，这嗓音，绝对是个极品。不过他让我们选择死法，要是不选，既然你们没有愿望，那我就随机收割了。等等，我有，我想好了，我选择没病没灾，安安稳稳的老死。如你所愿。我和他一样，没病没灾，老死。我也选老死，一样老死。我也是。如你们所愿。还好我反应快，这下 BOSS 没法攻击我们了。这该不会是史上最简单的 SSS 副本吧？一句老死就能过关 ，SSS 级副本真这么简单吗？只剩你了，你想要什么样的死法？数数我啊，这次真的要记喽。被拉进恐怖游戏前，我是一本言情小说的女主，每天一睁眼就是看各种帅哥的纯废物，指望我想出逃生方法，不可能的。既然注定要死在这个副本里，还不如在死前实现我最大的心愿。我选择脸颊发烫，心跳加速到死。哦，对了，只能是你。怎么没反应？任务许愿已完成，现在请跟随 BOSS 进入别墅存活3日，3日里将随机发布任务，每次完成都能向 BOSS 重新许愿，唯有许下正确愿望之人才能活到最后。说起来，你刚刚好像没跟我们一起许愿，自己偷偷躲到角落去了。小姑娘，你选的死亡方式是什么？禁止询问其他玩家的愿望。他语气里怎么有几分紧张？心愿涂黑，明显被 BOSS 盯上了，看样子活不过今晚。猪队友早点出局也好，省得后期拖累。我们几个需要集中商量对策，你就别凑热闹了。那边才是你该待的地方。反正你也活不过今晚了，睡哪里都一样。等等，我不要住保姆间。你在这别墅里应该有独立房间吧？咱俩拼个床怎么样？不是说好实现我的愿望吗？我没答应。这副本不是叫愿吗？不是说好实现玩家所有心愿吗？干嘛就对我一个人双标？告到中央，我要告到中央！知道了，跟我过来吧。好累，给我捏个腿。对了，
你叫什么名字？总管你叫 boss 也不是个事儿。和你没有关系，你是玩家，只需要思考如何通关就够了。宝宝，哥哥，老公，夫君。江星玉，那好了，你该睡了。怎么可能？老李才40几岁，这尸体看着都7老8十了，年龄根本对不上。你还记得昨天我们许的愿吗？没病没灾，安稳老死。他现在的死状不正符合这个愿望？我们太低估这个 SSS 副本了，以为耍点小聪明就能平安度过。那怎么办？我们当中除了不知道那个傻白甜许的什么愿，其他人和老李许的都是同一个愿望。难道我们所有人都难逃一死啊？倒也未必。还记得系统怎么说的吗？3日里每次完成支线任务都能重新许愿，只要许下正确愿望就能活到最后。我们还有机会。我姓陈，你们可以叫我陈姐。进恐怖游戏前，在一家外企当高管，自认有足够的判断力和社会阅历。如果大家信得过我，这一局我带你们走向胜利。支线任务 BOSS 的晚宴已发布，欢迎所有玩家与他共享盛宴。提示：晚宴上存在许多美食，每个玩家必须从中选择一道食物献给 BOSS， 挑中他喜欢食物之人将得到他的青睐，得到再次许愿的机会。献上 BOSS 最讨厌食物之人，死。机会，这不就来了吗？于是，在陈姐的安排下，所有人在别墅里四处寻找有关 BOSS 喜欢食物的线索，而我独自走进了别墅深处的藏书室。为什么小男孩的父母消失了，变成了满身名牌的佣人？从5岁到18岁，每一张生日照片上蛋糕都完完整整，而小男孩的眼睛里好像只有冰冷和厌恶。我在厨房找到了今晚的菜单，总共6道菜：巨蜗奴、凯撒沙拉、烤小羊排、煎血鱼、奶汁炖菜、水果蛋糕，正好对应我们6个人。你们有什么头绪？我在保姆房找到一本笔记，里面抱怨说少爷平时就爱吃蔬菜，很少吃肉，营养不均衡。这个少爷应该就是 BOSS。 我在冰箱里看到很多牛奶和咬制品 ，BOSS 应该很喜欢奶味的东西。牛奶加蔬菜，那不就是奶汁炖菜？太好了，这关能顺利通过了。BOSS 喜欢的食物已经找到，但问题在于，该由谁献上这道菜？菜肴不得重复，能获得青睐的人只有一个。其实我已经猜到正确的愿望是什么了。顺利的话，我能把大家都平安带出副本。如果大家信得过我，这道奶汁炖菜由我来献。BOSS 喜欢的菜猜出来了，那讨厌的菜呢？献错可是会死的。我在藏书室发现了一本相册，里面全是一个小男孩从1岁到20几岁过生日的照片，每张照片上蛋糕都没被动过。BOSS 讨厌的食物应该是水果蛋糕。每个人都必须献上一道菜，这道注定带来死亡的蛋糕该由谁献？抓阄吧，公平。
恭喜您献上了 BOSS 最爱的食物，获得 BOSS 的青睐，许愿机会+1。现在，请选择您的死法。我选择死于副本要素之外，一切副本内的 BOSS、诡异、灾厄、意外都不得伤我。即使违反了副本内的规则，我也会安然无恙。如你所愿。你说过能带我们所有人出去。哼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更何况这可是在恐怖游戏里，轻易相信别人，你们自己蠢，怪得了谁？无功无过，无功无过。无功无过。陈姐说的没错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凭什么老子就得按抽签结果老老实实送死？你自己废物护不住菜肴，怪得了谁？玩家于西，轮到你向 BOSS 献上佳肴了。看来我是真的要完蛋了。不管了，反正都要死了。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无功无过。陈姐说的没错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凭什么老子就得按抽签结果老老实实送死？你自己废物护不住菜肴，怪得了谁？玩家于西，轮到你向 BOSS 献上佳肴了。看来我是真的要完蛋了。不管了，反正都要死了。管他黑的白的，统统给我整成粉红泡泡！哼，这 BOSS 是咸是淡，我今天非得好好尝尝。你想先吃奶油、樱桃，还是我帮你？还有奶油呢，吃吗？你简直一点都不知羞！这不会是你的初吻吧？你们不许跟他好。支线任务 BOSS 的晚宴已结束，检测到无人死亡，即将开启随机猎杀模式。可恶，他在躲我。臣妾不是许愿不会死于任何副本要素吗？为什么 BOSS 还是杀了他？难道出 bug 了？
系统，你必须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。玩家陈山死于其他玩家的偷袭，并非规则等副本要素，死因合理。游戏继续。陈姐昨天那么嚣张，光明正大的背刺所有人，有人看她不顺眼，背地里下手也是意料之中。只是谁能想到，看着都还是大学生的年纪，背地里居然能做出将同伴脑袋生生割下的事。孔游里果然处处卧虎藏龙。我早就觉得你不对劲了。第一天，所有人的遗像上都写着死因，只有你的被涂黑了。第二天，明明献上蛋糕的人会死，你却活了下来。而且你上前接近 BOSS 的时候，我们刚好都不在，没人知道你们究竟说了什么，只知道交谈结束后，那个推你的寸头就死了。我听说有些副本里 NPC 会装成普通人混入玩家，诱导团灭。现在我合理怀疑你就是那个 NPC。难办。说实话，听他这么一分析，我也觉得自己是 NPC 的可能性略高。笑死，根本找不到反驳的点。从现在开始，我问什么你答什么。第一个问题，你在这个副本里究竟扮演什么角色？和副本 BOSS 又是什么关系？这明明是两个问题。别开枪！我说，其实我是他老婆来着。不信你好好想想，迄今为止死的人，是不是都和我有关系？我生平第一次感觉脑瓜子转得这么快，瞎话张口就来。昨天的寸头男推了我，陈姐欺骗背叛了我，老李带头爆盘排挤我，说我会第一个死。唉，其实我老公也没什么坏心思啦，就是太爱我，占有欲太强，又太护短了，一看到我被人欺负就想杀人。你最好趁现在他还没来，赶紧把枪收起来，不然等他到了会发生什么，我也不敢保证。笑死我了！你这大傻逼是疯了吗？还是说你以为我蠢到会被这种鬼话蒙蔽？好吧，这俺真没招嘞。毕竟我只是个柔弱可怜又无助的po文女主，不存在什么生死关头忽然爆种干翻对方的本事。你不信？那你等会儿自己去问他吧。让我想想，你就问昨天我是不是拨他嘴了，好吧？支线任务 BOSS 的真心话已发布，每名玩家都可以问 BOSS 任意3个问题， BOSS 只会说真话，不会说假话，不得向 BOSS 提问与游戏结局相关的问题。提问与 BOSS 生前经历有关的问题，将有概率获得解锁正确愿望的线索，但也有一定概率惹怒 BOSS 被当场抹杀。请所有玩家谨慎提问。我要提问。昨天晚上我亲你的时候，嘴巴是什么味道的？甜的，樱桃味的。第二个问题，你多大？提问机会只有3次，你确定要在这种无关紧要的问题上？无关紧要？怎么会？没有比这更重要的问题了。我确定。24。不行，这个答案不够精准。24岁。等等，你在问什么？
有问题吗？Nice。好了，我暂时没什么要问的了。最后一个问题，我还要好好考虑。让他们先来吧。这座别墅是你曾经的家吗？以及你死去的地方吗？是。第二个问题，你生前在这座别墅中是否遭遇了某种肉体或精神上的折磨？是。你是否死于亲人的家暴？否。第一个问题，你所遭受的折磨是否来自周围并非亲属之人，比如别墅里的管家、保姆一类人？是。他们折磨你，乃至动手杀害你的原因是什么？为了钱吗？准确来说，他们并没有杀了我，也并非出于主观意愿折磨我，更不仅仅是为了钱。他们的目的另有其他。你恨那些人吗？恨。你能实现愿望的能力，是生前就有，还是成为诡异后才获得的？生前最后一日。1岁的江星玉被母亲抱在怀里，父亲在旁边逗他笑，背景中佣人们各司其职。5岁生日，父母消失了，佣人们换上了名牌西装。男孩不笑的。10岁，男孩长成少年。15岁，眼神越来越空洞，直到20岁，蛋糕永远完好无缺。从刚刚的提问当中推理，佣人联合起来害死主家，软禁小少爷，但为何被特意留着个小孩？直接斩草除绝不是更好？除非他有被留下来的价值。最终任务愿已发布，所有玩家可最后向 BOSS 许下一个愿望，唯有许下正确愿望的人得以存活，其余玩家全部抹杀。提示：最后一个愿望不再局限于死法的抉择，玩家可以选择完成任何心愿。既然正确的愿望跟 BOSS 生前经历有关，那这个愿望就不能为自己许，得尽可能讨好他，满足他。我许愿你能杀死所有仇人，报仇雪恨。玩家许愿错误，当场抹杀。我许愿你的许愿能力失效，从此不再被束缚，可以为自己而活。玩家许愿错误，当场抹杀。你的愿望是什么？从我在藏书室里找到了那本相册，从牙牙学语的婴儿到苍白阴郁的少年，江星宇如我想象般长了一张精致如玩偶般的脸，但从5岁生日开始，男孩就不再笑了。如果江星宇实现愿望的能力不是成为诡异后才得到的，从诞生起他就是一个天赋异禀的小孩呢？那他的能力就如同诅咒，
无论生前死后，都纠缠着他，让他一次又一次举起屠刀，一次又一次被迫成为刽子手。我许愿，所有直接或间接因你愿望而死的人，都得以复生。无论是痛苦死去的玩家，江星瑜的父母，还是江星瑜本人，都将得以复活。小少爷，我好想现在就见到你爸爸妈妈，你能用最快的方式把他们带过来吗？好。佣人们发现了江心雾的能力，利用他害死了他的父母，然后软禁他，用甜言蜜语和无微不至的照料，哄着他实现一个又一个愿望，直到他长大了，才意识到真相，是自己间接害死了父母。绝望之下，他杀死了别墅里所有人，包括自己。美中不足的是，害死他父母的那群恶人也会复活，不过有父母在侧，又有偌大的家产，这一次他应该有更好的方式报复回去。这已经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结局了。恭喜玩家于西许愿正确，成功通关 SSS 级副本愿，奖励已发放，请注意查收。副本脱离中。游戏结束了，我要离开了。你有什么话想对我说的吗？你知道吗？虽然我能实现他人的愿望，却唯独无法实现自己的心愿。而且我也从不向任何神明许愿。我一直觉得所谓的愿望，本质不过是诅咒。但唯独这一次，我希望上天能实现我的愿望。希望在那一个世界里，我们能再度重逢。作为一本言情小说的女主，我向来信奉及时行乐。可自从离开那个副本，走在街上，我总会下意识留意身边每一个宽肩窄臀的身影，总会在买蛋糕时避开水果味，总会吃到樱桃时想起那个被我轻轻到黑雾炸开、气急败坏的男人。欢迎光临，随便看。您好，请问有旧相册里的《时光》这本书吗？这位帅哥，我们认识吗？我怎么觉得你长得特别像我一个老熟人？于旭，是我。哦，江星玉啊，我还以为我们再也见不到了呢。毕竟你可是堂堂副本 BOSS， 怎么会来我这种小书吧？复生后回了别墅，找到那本相册，想找类似的书，找了很多地方，最后看到了你这家书吧的名字，就过来试试。前世的他被佣人利用，间接害死了父母，被软禁多年，最终在绝望中走向毁灭。复生后虽然摆脱了副本的诅咒，却还是被困在过去的阴影里。对了，你复生后那个许愿的能力还在吗？没有了。也好，不用再被能力束缚，
不用再看着别人因为愿望而痛苦，这对你反而更好。不过，还记得我在别墅里许的愿望吗？现在我能亲自验证一下吗？别胡闹！我才没有胡闹，这可是我从副本里就一直惦记的愿望呢。你答应过我会实现我的所有心愿，不许反悔哦。我先走了，下次再来找你。啊！他居然一直收着，藏在口袋里待了这么久。我就知道他不会就这么消失。